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向大家演示一下中国身份如何申请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申请完成之后，网银的一些初步的设置。之所以想要开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是因为他们家从8月份开始有一个开户的奖励，也就是说，开户成功在75天之内做2笔250美元的直接存款，就可以获得350美元的开户奖励，合计有人民币2500块，算是一个大羊毛了。除了开户奖励比较丰厚之外，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还有2个非常吸引我的点。首先，第一个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是零费用的支票账户，没有任何的管理费。第二点，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没有最低的存款要求。比如说像 BOA 或者花旗这种美国的大银行，它至少要存1500美元才可以免除管理费。但是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只要余额不是0，它就没有任何的管理费，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最低的资金要求。再加上这次350美元比较丰厚的开户奖励，所以我就果断下手了。在8月3号的时候，我通过在线申请顺利的获批了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向大家去演示一下 Capital One 支票账户的在线申请的方法。哪怕你没有在美国生活，从0开始，按照我的教程也可以顺利的申请下来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首先，申请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需要准备哪些资料呢？其实准备的资料并不复杂，主要是我之前已经向大家介绍过很多遍的美国数字移民套餐。美国数字移民套餐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为了方便人在中国的小伙伴来申请美国的金融服务。美国的数字移民套餐主要包含4项内容。首先，第一项是美国的实体手机卡，用来接收短信验证码，或者说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去打电话。这里需要注意，必须要是实体的电话号码，不能像是 Google Voice 这样的虚拟号码。美国实体电话号码目前在中国大陆最推荐大家用的是 Ultra Mobile 旗下的配购手机卡。这个手机卡可以在中国漫游使用，每个月的月租只需要3美元，而且还送100分钟通话和100条短信，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美国手机卡。美国数字移民套餐的第2项就是美国的私人地址。美国的私人地址非常重要，区别于我们在海淘使用的那种商业转运地址，私人地址其实相当于美国的住宅地址。我们在申请美国信用卡或者银行账户的时候，必须要提供私人地址。如果是商业地址的话，银行会直接把我们的申请拒绝掉的。关于美国的私人地址，我个人使用的是 Anytime Mailbox 这家的服务，我自己也使用了有3年多的时间了，个人觉得非常稳定。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之前做的教程。美国数字移民套餐第3项内容就是 ITN 个人税号。我们在网上申请信用卡或者银行账户，必须要提供一个身份证明文件。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申请的话，提供的就是身份证；在美国申请的话，就需要我们提供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 SSN。但是像我们人在大陆肯定是没有 SSN 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美国的个人税号 ITN 来代替 SSN 申请美国的信用卡或者银行账户。ITN 不需要我们人在美国，哪怕我们人在中国大陆也是可以申请 ITN 的。那么关于 ITN 如何去申请 ITN 会不会有什么税务风险，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身份的风险，会不会影响我以后移民，这些的话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之前做的视频教程，这里就不重复进行介绍了。接下来数字移民的最后一项是美国的独立 IP。美国的独立 IP 可以帮我们把网络环境模拟到美国。很多银行它只是接受在美国本地去申请的，使用美国的独立 IP， 我们就可以绕过这个限制来申请账户。如果说还没有美国数字移民套餐，想要获取美国数字移民套餐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来详细了解一下如何去申请。当然也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去跳转申请。当我们准备好美国的数字移民套餐的4项内容之后，就可以跟着我下面的视频教程一起来申请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了。但是为了提高支票账户审核的成功率，建议大家先去申请一下Capital One 的押金信用卡这样可以提高成功率。
我们可以在和客服沟通的时候说我有你们家的信用卡，为了还信用卡方便，所以说我想要再申请一个支票账户。这样的话，在审核人员看起来理由会更加的充分，成功率也会比较高。那么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如何去申请呢？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来观看我之前制作的视频教程。信用卡并不是必须的选项，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先去申请信用卡，这样会提高成功率。当然，如果大家拿到了数字移民套餐的4项内容之后，愿意直接开始去申请当然也是可以的。即使申请支票账户失败，也不会对我们的美国信用记录造成任何的影响。好了，那我们就开始正式申请的演示教程吧。我们首先来到 Capital One 的官网，在官网这边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Capital One 它的主要业务有2个一个是信用卡业务，占 Capital One 总营收的 75%，接下来是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的银行业务，只占它营收的 13% 左右。虽然占比不高，但是它的支票账户的话是一个全功能的支票账户，支持 Zelle 也支持电汇，而且的话是没有最低的存款要求的，也没有任何的管理费。如果说英文不好的小伙伴，官网可以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其他的具体自行了解一下吧。我们就直接开始申请，我们点击这里的申请账户。如果说我们已经有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的话，我们就选择是，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去重复填写资料了。但是如果说是新用户的话，就选择不是。接下来的话会提示我们要提供的资料，主要是姓名、地址还有社会安全号码 SSN， 我们用 ITN 来代替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我们想要获得350美元的开户奖励的话，我们一定要点击下面的我有促销代码，接下来去输入促销代码，也就是 BORNUS350， 一定要输入，不输入的话是没有这样一个开户奖励的。我们输入促销代码之后，就可以看到下面提示，如果说在开户的75天内设置并接收至少2笔直接存款，每笔是250美元以上，就可以获得350美元的奖励了。在存入的60天内，这个钱会自动转到我们的支票账户里面。我们接下来点击申请，点击继续。我们上面也可以看到促销代码已经激活了，在这里来输入自己的名字，所有的都要是英文去填写。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张三，那我们就填写拼音3张。下面去输入自己的电子邮箱，点击继续。接下来输入自己的美国手机号码，点击继续。这里输入自己的美国私人地址，输入完成之后点击继续。这里选择国籍，我们选择中国就可以了。选择完国籍之后点击继续，这里选择自己的就业状态，我们选择就业。职位的话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进行填写，点击继续，填下收入，我这边选择的是5万到10万。下面去输入自己的生日，格式是月日年，社会安全号码就输入我们的 ITN 号码，然后点击继续，在这边勾选一下同意，点击继续。这边的话我们就选择默认就可以了，点击继续。好的，税务认证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选项我们选择不就可以了。另外，美国的所有银行，如果我们需要在线去申请支票账户的话，它必须都会有一个选项，要确认我们是美国公民，或者说是美国的税务居民。有的小伙伴会担心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税务身份，关于这一点，目前各方面的说法是众说纷纭的。有的小伙伴说是可能会影响税务身份，有的小伙伴说银行不会去核查这个身份的。即使我们在收到开户奖励之后，收到了1099的税表，但是我们在国税局申报的时候，继续以非美国税务居民的身份去填表申报就可以了，事实上不会对我们的税务身份造成影响。目前在网上并没有看到有人因为在线申请支票账户导致自己的税务身份混乱，导致影响自己去移民，或者说让自己去多交税的情况。目前的话，在全网上都还没有这样的案例发生。所以说是否要申请，大家需要自己去做一个判断。尤其是近期想要去移民美国的小伙伴，这里需要自己去判断是否愿意去承担这个未知的风险如果说自己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就点击本人保证以上税务身份准确和真实，然后点击继续。在这个页面再去核对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就点击继续开设我的账户。下面系统会进行一个预审批，接下来会提示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要给客服去打一个电话进行确认如果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来申请的话，
100%都是要去操作这一步的。下面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和客服通话的一个流程。在打电话之前，要提前准备好护照、美国地址、ITN 号码和生日，将这些信息提前写在本子上，以防止在电话中紧张回答错误。另外，我们也可以提前打开 Capital One Finish 这个网站，因为客服在核对完所有的信息之后，会要求我们前往这个网址进行确认。提前打开可以避免通话时手忙脚乱找不到网址。首先建议我们用自己开户时预留的电话给客服打电话，接通之后客服会问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直接说我在线申请了一个支票账户，但是系统提示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所以我就给你们打电话来确认。通常在这个时候，客服会将我们的电话转接给专门处理开户的客服。等专员接通电话之后，会向我们核对姓名、生日、ITN 号码、地址等信息。核对完无误之后，客服会发一个链接到我们预留的手机号码，我们不要挂断电话，客服会在线等待。我们直接点击链接，会跳转到上传护照照片的页面，我们可以直接用手机拍照护照进行上传。上传完成之后，客服会实时查看我们的信息并进行审核。审核完成之后，客服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结果，他会告诉我们一个网址，就是之前准备好的 Capital One Finish 这个网站。我们打开这个网址之后，客服会告诉我们的申请 ID， 然后我们手动输入到这个对话框中，接着输入 ITN 号码的后4位，点击继续，就可以看到审核结果了。如果说审核不通过，页面就会直接显示不通过。如果审核通过的话，页面会跳转到让我们绑定其他支票账户来入金的页面。当我们看到这个页面之后，或者说看到审核不通过页面的时候，就可以挂断与客服的通话了。在审批通过的情况下，如果屏幕面前的小伙伴没有其他支票账户的话，也可以直接点击跳过，我们之后可以直接从券商账户入金到这里。接下来系统会显示我们的 AB 号码和支票账户的号码，这时说明我们申请已经成功了。申请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注册网银。注册网银的方法很简单，我们直接到首页选择设定在线账户，在这里输入自己的名字、ITN 的后4位和生日，点击继续。如果审核已经通过，系统就会匹配到我们的信息，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设置网银用户名和密码，设置完成之后就可以登录了。因为我之前已经有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账户，所以说我们直接去绑定这个支票账户就可以了。绑定的入口可能手动找不到，我们可以在网页右上角找到机器人的客服，我们输入绑定我的支票账户，然后点击添加账户到我的资料，就会跳转到相应的页面。同样我们在这里输入姓名、生日、ITN 号码，点击继续。接下来系统就会找到我们刚刚申请的支票账户，我们点击确认进行绑定。绑定完成之后，我们在网银的账户页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申请的 Capital One 360支票账户啦。我们点击这个支票账户，可以看到账户是在8月3日确定审批的，目前卡片正在制作中，预计卡片会在8月15日寄送到我们的美国地址。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 Capital One 网银的一些基础信息。首先我们点击页面左上角的查看明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账户号码还有 ABA 号码，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账户号码和 ABA 号码进行转账。支票账户一般是没有利息的，比如说 BOA 和花旗都是没有任何利息的，但是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是有 0.1% 的利息的。这个利息的话聊胜于无，相比于我之前向大家介绍的美国运通支票账户，它是有 1% 的利息的，是这个利息的10倍。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屏幕右上角的链接，了解一下美国运通支票的申请。接下来在中间可以看到现在可用的余额，然后点击转移资金，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 ACH 转账。Capital One 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就是它是支持 Zelle 的。Zelle 是美国银行系统的一个即时的转账工具，可以实时秒到的转账。相比于银行系统进行 ACH 或者电汇，需要1到3个工作日才能到账。而使用 Zelle 可以实现秒到，是非常不错的。目前只有美国的大银行才支持 Zelle。接下来我们点击账户设置，在这里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第一个是透支保护，第二个是设置直接存款，这些功能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大家可以自己点进去看一下。另外，如果有小伙伴想要订购实体支票的话，可以点击下面的订购支票本，
可以看到，默认的话可以订购50张支票，而且费用是免费的。如果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订购。Capital One 网银整体界面比较清爽，但是功能却没有打折。无论是 ACH 转账，还是电汇转账，还是 Zelle 转账，全部都是支持的。而且它的 ACH 和电汇的转账都是免费的，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手机银行。如果说我们在网银上已经绑定过账户，在手机银行登录之后，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支票账户了。手机银行的界面也还是比较清爽的。首先主界面的功能，第一个是支付账单，这里用不到我们就不介绍了。第二个是转账，转账的话，这里其实就是通过电汇或者 ACH 来进行一个转账。如果我们通过 ACH 转账的话，首先需要添加账户来进行一个转账。第三个功能是通过 Zelle 进行转账。Zelle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建议所有的小伙伴都去开通体验一下。我们点击之后进入 Zelle 的设置，可以选择用自己的账户绑定邮箱或者手机号码来作为 Zelle 账户来接收资金。这样的话，其他小伙伴通过 Zelle 输入我们的邮箱或者电话号码，就可以直接给我们转账。转账来的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银行账户，是可以秒到的。对 Zelle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之前做的 Zelle 的视频。另外第四个功能是拍照存支票，非常简单，我们直接拍照支票的正反面就可以将它存入。目前的限额是$5000。接下来点击全部就可以看到一些账户的设置、个人信息的设置、借记卡的设置以及 Zelle 的设置等等，其实和网页端是差不多的，大家可以自己点进去了解一下。以上就是 Capital One 支票账户、网银和手机银行的流程的演示，希望能够帮到大家。总体来说，申请的流程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填写一些基础的资料就可以了。申请的一个关键是需要有美国的数字移民套餐的4项内容。等获得了这个数字移民套餐的4项内容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申请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了。我个人的经验是，我在刚拿到 ITN 的时候就尝试去申请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但是当时上传了证件之后并没有通过，隔了半年之后我又尝试了一次，还是没有通过。最终在使用了 Capital One 信用卡1年半之后，再次尝试申请才成功通过，而且刚好赶在了$350的开户奖励。因此，如果屏幕面前的小伙伴刚刚拿到了美国数字移民套餐的4项内容，可以去申请 Capital One 的支票账户但是成功率比较低如果失败的话，可以尝试先申请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或者说是 Capital One 的押金信用卡在使用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半年的时间之后，再去尝试申请支票账户，这样通过的概率就会比较高。最后，如果说大家想要办理美国的数字移民套餐的内容，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也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跳转办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视频的更新啦。那我们下期再见。